在燃料电池车已经蛮多，这个是一些试验车了。我一直在讲说氢能很好，但是氢能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氢的储存跟运送，所以怎么加氢跟除氢是一个问题。这是都是示范场啊。如果真的有一天有这么一辆车的时候，你可能要到这个地方去加氢啊。那加氢的话，你加的一定是液态氢啊。那液态氢的话，基本上那个什么，你要很大的压力才能液态氢，所以那个什么，你油箱可能会很大或者怎么样。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些基础你没有搞定的时候，基础那个设施没有搞定的时候是蛮难那个推广的。这个是那个什么，那个燃料电池的那个什么的那个潜水艇哈。这个是台湾的那个什么第一银行的中和燃料电池发电，它是装这个就是装那个什么磷酸燃料电池啊，这是一个磷酸燃料电池跟那个什么碱性燃料电池，大概现在最商业化、最成熟的啊，已经是商业化的东西啊。对，你看它的那个使用率42%，体积不大，对，这个是看一下，所以说基本上都有一些示范场了啊，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在那个西门子公司的那个固态氧化燃料电池。然后这个是在柏林的什么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接头的，然后这个是燃料电池跟太阳能结合的，白天用太阳能，然后剩余的太阳能来电解水得到氢，晚上就用燃料电池产生电。燃料电池的好处自己看一下啦哈，这个反正就想得到的什么高效率啦，然后可以模组化，所以装来装去很简单啦，然后没有噪音啦，然后那个燃料的来源不是只有氢，它其实可以一些一氧化碳或是甲醇都可以啊。然后还可以跟其他共生，因为热排放可以共生啊，马上发电，马上开启就马上就有电啊，这是主要的好处。好，这边看一下燃料电池它好不好，从这边看得出来了。这边是我们的发电有效率，这边是什么样？我们的发电功率，对不对？所以当然希望什么样？越往这边越好嘛，有效率越高，然后基本上我的功率，当然了，也不是说越往这边越好啦。应该是说，如果是以发电来讲，这边是比较好，但是你当然有些东西你希望它功率不用太大了，要看看你的应用了哈。不过以能量的观点来讲呢，不是因为，但是就越这边越好。你看燃料电池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而且燃料电池有个好处啊，你看它的发电功率从多少？从几个 k 瓦到什么？到百万瓦都有。意思是说各种不同的应用东西你都可以用燃料电池，它的涵盖范围是蛮大的。你看，这是我们什么样 ？auto cycle， 就是我们一般摩托车用的那个时候那个 auto 循环。这是什么样？那个 diesel cycle， 就是我们的那个柴油车。这个是什么样？这是我们的 steam gas 那个 turbine， 就是用来做发电的。所以发电机大部分都是什么？你很少看到我们一般的移动式的那种用品在做用 turbine， 大部分都是发电机用 turbine。所以只有燃料电池，它不仅是什么效率好，而且它的发电的功率是什么？涵盖很大啊，所以说感觉上还是一句话，10年前燃料电池好像有燃料电池之后，世界都一片光明，对不对？为什么呢？除了它的这个功率很好，涵盖范围很好之外，还有燃料是氢每个地方都有。另外就讲能量，就是说只要你有氢的话，你就可以做。所以这个是一个从这边一个概率的简图可以看得出来，燃料电池哈是一个蛮不错的那个什么，蛮不错的一个选项，只要氢可以搞定的话 ，OK。到最后还要讲一下燃料电池有什么好处，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它所有的好处都给它讲出来，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对环境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好，它不会有其他的那个排放物啊。如果你用氢的话，唯一的排放物是什么？水嘛，对不对？然后基本上，因为它没有燃烧，所以这也没什么 NOx 嘛。NOx 的话，基本上是说高温燃烧的时候，跟空气中的把空气中的氮也烧掉，有 NOx 嘛。那这个硫基本上也不会，基本上也不会有。基本上我们的那个重整器里，我们的那个燃料里面也可能不太允许里面有硫啊，因为你不一般硫的来源是因为你在一般的那个fossil fuel 里面才会有的嘛哈。啊，基本上这个大概是不会有，所以基本上不会有一些排放物，也很安静，基本上几乎没有声音啊，这样子。啊，所以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燃料，是非常好。第二个效率很高，刚才讲的都是很高，有没有？都是40%到60%以上，这个效率绝对不是一般那种传统的那种火力发电可以那个什么样，可以达到的。而且最重要是说，它没有受卡诺循环的上限影响，就是你的想象空间没有上限。
你有办法做出更好的话，它就越高这样子，因为完全没有上限，对不对？然后基本上它大概我们上次算过嘛，好像80几吧，可以跟那个如果有效率完全把自由能转换成那个的话，大概可以达到80几%这样子。比起你的高热值的燃烧啊，高热值的燃烧大概是这样子哈。好，当我们讲说这个能源到底是不是真的好的能源，你应该从头到尾看，从它开始开采那些原料到制作出来，它耗了多少能量。然后呢，这个东西开始发电之后，一直到它死掉之后，它花了多少能量？你要这样来比的时候，你才能比较说，我到底这个有没有省能源？大部分的话，比如说太阳能光电板，大部分的还是会省能源，因为它的发电量大概还是比你当初制造，因为制造是大量制造，还是会多。但是成本呢？成本就不一定了，要看看你的那什么操作状况啦。不是有一说吗？你太阳能发电、太阳光电板，你要开始发电，要把所有的能量都赚回来，跟成本赚回来，大概要几年？大概也要花好像4年到5年。如果以前那种10%几的那个有效率的话，大概你要发电4年到5年的期间，你才能把东西都赚回来。第三个，这个就蛮重要的，它的分布性很好，你知道吗？大电厂有大电厂的好处，大电厂的好处是什么样？你只要量大便是美。数大便是美了哈，不是量大，数大便是美，对不对哈？所以那个东西只要大的话，成本就降低，操作就比较简单，管理比较简单。大电厂的问题就是说，你只要电路一旦坏掉的话，很危险。第二个，大电厂你的传输就要很久，传输很久的时候，你中间能量损耗就会很大，你知道吗？就阻力嘛，电阻就多嘛，所以基本上你还是需要一些社区型的一些电厂啊。社区型电厂的话，第一个就是社区的可以接受，所以燃料电池看起来，如果以社区电网来看，燃料电池是一个非常好的。你可以讲说，你们一个社区可能100-200户，我就一个中型燃料电池，就这样子。当然还有问题就是这个氢的来源怎么样子哈？大家会不会到时候又抗议说有这个氢，有个除氢槽的地方会爆炸怎么样子？不过你们家隔壁如果都有瓦斯行的话，也不用担心那么多的嘛，那跟瓦斯行差不多一样。对，所以基本上这个分布性的那个 capacity， 它的功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啊。所以可以未来以后如果做社区的备用发电系统的话，我觉得燃料电池是蛮不错的了。对，那当然这个接下来就是法规的问题啊。你要申请燃料电池要开工厂，那开个燃料电池那个电厂，大概比你要开一个火力发电厂应该容易吧？法规上面啊，那个污染方面啊，民众的接受度都 OK 吧？还有什么 majority 就是模组化，这点还是很重要。模组化不是最优化。模组化不会是最优化，模组化一定会浪费一些资源。但是模组化的好处是，以后要增建的时候可以一个 phase 一个 phase 来，这个就很好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就跟乐高一样嘛，对不对？一个一个把它叠起来。这个也是燃料电池里面一个电厂我们的火力发电厂要增建不是那么的单纯，但是一个燃料电池厂要把它增建的话，有模组化相对比较简单。好，然后刚才大家还讲说还有共生发电，刚才讲的你很多东西。如果说这个地方本身就有一些沼气怎么样子，然后我就有一些或是说有一些甲烷，我就可以拿来跟它一起发电或者是说本身这个热跟有废热也可以共生发电，所以基本上它有很多，因为它的燃料来源比较不是那么纯粹，然后而且说它的那个有一些温度可以共生发电，对不对？这是燃料的来源有很多啊，那个天然气、煤气，这是甲醇。这是沼气，就是沼气就是包括我们的甲烷，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只要有一个氢氧化合物的很多啊。OK， 这边的话这边的话，这些以下的资料是我从我们的能源政策、能源产业白皮书里面给揭露出来的。有空看一下，大家都我们都讲过了这样子。这边有一个我们没讲叫什么直接甲醇燃料电池啊，这是也是一个属于直接交换膜燃料电池的一种分支啊，它的温度更低了，然后它发展出来是直接可以直接用甲醇来做。那为什么直接用甲醇？因为甲醇可以提炼出来，所以这个是之前也有蛮多人在做的哈，它叫那个什么？为什么叫 DMFC？ 就是直接甲醇。
啊 ，D direct 什么 methanol 的那个什么直接甲醇燃料电池，然后这边就是我们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我们白皮书里面希望讲的，然后就讲说基本上我们比如说他讲说他建议我们研发产业投入3种技术是哪几个？以自胶化膜燃料电池、跟直接甲醇燃料电池、跟固态氧化燃料电池，它白皮书里面是建议说我们国家可能在这3方面比较有竞争力。他当然讲为什么啦，对不对？